好，各位，我是 Tim。我们影视飓风正常做节目都是做新的数码产品的评测，对吧？但是仔细一想，难道只有新的东西是有趣的吗？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目光往回放15年甚至30年，这些数码产品是什么样的？小伙子，你很时尚啊。我是来自于20多年前的李思维，真是一点都没有变呢。那你有什么身上带着有意思的数码产品能给我看看吗？首先这是什么？ BB 机，这个 BB 机它等于说是我们相对于来说最早一批人和人之间进行信息交互的方式了。你得有一个公用电话亭，你去公用电话亭打给传呼台，告诉他你给这个 BB 机发一台信息，然后这个 BB 机就可以收到，它还可以开机，还可以亮。显示是1992年4月28号，那个年代你们一般会干什么？我应该是在游泳吧。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挺有意思的，对吧？欢迎这次各位和我们踏上一个时光机。那正好今年也是 vivo 30周年的生日，所以说我们一拍即合，我们共同来看看这些老的设备有什么高明之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大哥大，你敢信？这个大哥大是这样的，真的是非常有钱的人才用这个。月工资只有2位数的时候，这个东西要卖2、3万块钱。这个东西很牛逼的一点是，它的电池是这样的，这是它的电池。作为最早的移动通讯设备，大哥大这块镍镉电池的重量比今天一部手机还要重，充电10小时，通话大约只有20分钟，还存在严重的记忆效应。那如果你不充满就使用的话，电池容量会大幅度衰减。所以如果你小时候被教育过电池充满后要再多充1、2个小时，那有很大的概率就是从这个年代延续下来的。然后这个是 SIM 卡。SIM 卡其实没有变，你仔细看，就是当年的 SIM 卡其实就是这样的。对，大卡。它呢现在还能开机。喂，听得见吗？信号是不是不太好啊？哎呀，我是1990年的李思维，我要找一下2000年的我。这是2000年千禧年的时候所具有的设备，在那个时候已经很划时代。你想，已经从大哥大变成这么小一个东西了，是，然后超级结实，就不管你怎么弄它都弄不坏。无敌！这个机器是我游戏的启蒙，它里面有贪吃蛇，对吧？没错，这是当年最早的游戏，但我不知道当年为什么我会这么痴迷于玩这个游戏。你可以吃到整个屏幕吃满为止，吃到整个屏幕吃完为止。没错，这太好玩了，太好玩了，这真的太好玩了。2000年，功能机开始频繁在各种电影里面出现，你不要怀疑，这都是当年斥巨资砸下的广告。手机砸核桃、扛子弹的传说也在当年开始流传，单个经典款的销量甚至超出了大哥大总数的1个量级。但是它本质上依然只是一个简单并且便携的通讯工具。后来人类就开始探索一些手机的新的功能，来，欢迎进入到这个时代。你能想到它可以干什么吗？这是什么手机？多功能手机。你把我们这台保时捷的天窗打开，它的点烟器就出来了。就当年国产手机的创新是在怎么样点东西上面。我要给你点烟。哎呦，我好想来一根啊，怎么办？领导不要急，我有好办法。来，把嘴巴凑上来。就是这种感觉，我就是很尊，真的是相当的尊。我再给你看一个另一台，就是功能也很牛逼的。这是2009年的手机，16年前的一台设备。我相信所有90后和老一点00后应该都记得这款手机，对吧？当年的读者，什么故事大王，什么乱七八糟的各种杂志上面有的广告只有它，有一段时间。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手机，它是一个音乐手机。但是我跟你讲，音乐不是它最牛逼的点，只能说它太遥遥领先了。你的手机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一个键？这个键按了之后为什么会能调起照相机？Camera Control Button， 摄像机控制按钮。在智能手机涌现前夕，你很难想象市场上的手机会有多么五花八门和离谱，自带打火机，自带投影仪。但像步步高 i6 这样的功能机依然是当时市场上的主流。那有趣的是，你甚至能在它身上看到不少今天手机的影子。OLED 的屏幕，取消3.5毫米的耳机接口的设计，甚至当年作为主打概念的音乐功能，在今天听来也只是略带了一点时代独有的味道。
能不能有一点好玩一点的 pose 啊？ 2009年之后，音乐手机的消息你应该很少再会听到了，因为即将到来的是智能手机时代。这台手机，我觉得对我有比较重大的意义。我相信你也能说得出个所以然来。这怎么说？你仔细看一下，你拿上它，你感觉可以跟它呼应上。如果没错，这个是50，没错，是不是？对，呼应上了。是我们第一次掐 vivo 的饭。对，是我们第一次掐 vivo 饭。以前我们做项目效率很低的，我们一次性只能做一个项目。然后我来的时候就在拍这个荒野猎人，对，当时我们仿拍了荒野猎人。这个东西最大的特点是它里面有个云台，然后就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会动的，就是它这样的话它的防抖会很厉害。所以当年宣传视频的重点就在于它的防抖很强。这个是5年前就你不看到这些设备，你不会知道你有多老。但是当你重新看到你的老手机的时候，你才意识到，哎，时间过得好快。是的。时间到了这里，往后的手机相信你也非常熟悉了，各种隐藏式的摄像头，3摄、4摄，手机发展的真的太快了，快到我们大多数人竟然真的完整经历了移动通信的整个变革历程。那只是我们的记忆也和这些曾经过去大放异彩的设备一起消失在了2025年了。所谓的功能机在智能手机面前早已不再多功能，BB 机的信号频段早已被国家收回，它再也无法合法的响起。而曾经价值一套房子的大哥大，如今也只剩下了我们用的最少的功能——打电话。那如果我们这个节目就这样结束的话，那未免有点太无聊了，对吧？其实，在2016年，日本一家电信公司做过一个片子，就在翻盖机即将退网的时候，他们用400部功能机拍了一部毕业的短片，用广告的形式留下了那个时代。那我们就在想，如果是30年的跨度，我们的频道能不能也做点什么，来和你一起留住这些属于中国人记忆的设备？那就在上个月，我们和 vivo 发起了一次特别的征集，全网寻找那些曾经陪你走过青春的功能机、音乐手机，甚至是早期的传呼机。那最终截止到8月31号，我们收到了7600位粉丝的投稿。那这一次，我们想用共创混剪的形式，带你来看看7600部手机过去30年都拍到过什么，经历过什么。我们一起看看过去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一起听一听过去的声音。找奶奶，好朋友。给打个电话，你说喂，你说喂。今天是5月28号，星期3，距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72天。沿途的大街小巷充满了民众的呐喊和加油的声音。今天是2008年10月22日，第2个之路啦。我跟你说，我们毕业了，我们毕业了。
这辈子都没这么难受过，这也是我人生有史以来第一次即将要开启上网课的生涯。走了，快，1、2，加油！我们终于来了！221节。也休一下，休一下。在这次征集活动中，有一句话格外的触动我们。明明当时用的是新手机，为什么拍出来的照片还是这么模糊啊？或许我们不是在追求镜头更清晰，只是担心我们的记忆变得模糊，担心持续10年的友情被淡忘，担心有一次重复没有被记住。那幸运的是，有了30年不断进化的通讯工具，把这些转瞬即逝的瞬间都给记录了下来。当未来的人回望今天，他们会因为有了这些片段而看到一个更完整、更有温度的过去。这一次我们也收到了很多来自于 vivo 用户的投稿，为此我们特意邀请了 vivo 的刚总，想听听 vivo 这30年来背后那些值得被记住的故事。刚总，您能不能够展示一下您手机里面您最近拍的一些照片，或者有对应的、有比较多的故事的影像？这是一位那个青年导演，获奖的那个，他拍了一个短片叫《最贵的面条》。我去给他颁奖的时候，他基本上是一个痛哭流涕的状态，是让我很具象的感受到我们跟 FIRST 这6年来做的这些事情，对年轻的创作者是有很强的激励。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做一个数码的，或者做一台手机，其实哪怕是研发或者管理，可能都很难预测到这台设备会给另外一个人什么样的情绪，给那个顾客什么样的故事。对，其实这都是可能你们也想不到，只有见到他以后，他才会告诉你。对，Tim你呢？你最近哪张照片比较有故事？要说故事的话，我觉得我能够想到的应该是这一张，这是最近我带着我们团队去了济州岛去团建。然后我觉得是我这几年最开心的一天吧，就是大家一起去那边，然后就是感觉像是一帮大学生 ，OK， 就回到了以前的这个时光。哎，那我比较好奇一点啊，刚总，就是现在大家会看到，其实手机的这个影像从很早以前的30万像素上升到几千万像素，甚至上亿级的这个像素。对。那现在你又会看到很多人在选择怀旧的复古滤镜。对。我好奇你会怎么看这个点？在用户的世界里，其实清晰复古好像不是选择题因为手机影像的发展，Tim 也很清楚，对吧？像从最早的拍得到，到拍得清，到现在的拍得好，到拍得得有情绪、有情感。我们认为呢，影像技术的开端它是记录，但终极目标是温度，是情感的留存。我们希望每位用户能在手上这台小小的设备里，满足他们所有的情绪需求。这次我们一起征集的这个活动，我看到那么多的动人瞬间，超级多人。对，对我们来说也是珍贵的30岁礼物。谢谢 Tim， 谢谢。vivo 其实至今已经30年了，但是仍然是一个我觉得活力或者是创新东西在不断迸发的一家公司。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驱动着 vivo 这么多年能够不断去创新？我觉得其实这个环境你也很清楚，整个行业也好，市场也好，包括技术也好，这30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对我们来讲，无论环境如何变化，始终还是要以用户为导向。你像我们每年的工程师、研发人员，包括这个技术人员，他们都要有定期的到一线去站柜。我们内部叫站柜，就是要真正说白了，站柜的目的就是你得在门店里面，在柜台里面去接触真实的用户。他们亲自去柜台里面去。对，是每年都有的例行的工作。对，我觉得用户导向真的特别重要，工程师们真的会过来听你讲。就是你每一个需求什么，我真的会来调研，这是我觉得很了不得的。对。那再往后看30年，您从现在假如想留一张照片给30年后的自己 ，OK， 您会想留哪一张照片？我们刚好上周我们办了这个30年的这个微粉的嘉年华，当时在这个嘉年华的现场，他们做了很多分享，让我听完之后有很多的触动。比如说他们用手机记录孩子的第一次欢笑，恋人的第一次携手，还有家人团聚的这些欢乐的时光，这些画面背后代表着的记忆、温度和情感。我们坚信影像不仅仅是记录，更是情绪的载体。
对我们来讲，用户把这些珍贵的记忆都托付给我们，我们没有理由懈怠，我们要在未来更要持续打磨好产品和体验，不辜负用户对我们的信任。所以不知道这期节目有没有让你想起一些过去美好的回忆？那这次我们也感谢 vivo 在过去30年对手机以及手机影像做出的贡献。作为一个穿越30年通讯史的品牌，从固定电话、功能机再到智能机 ，vivo 陪伴了我们整个青春。手机品牌把电话从单纯的通讯工具进化成了书写记忆和情绪的工具。当未来的我们再回望今天的时候，正因有了它的记录，回忆也能变得更加清晰和生动一些。所以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点点小心心，记得关注我们，这会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